小生，伟哥，你逃恰呀呀！哎，但是虽然爱勾新名，但是呢，我还是今天要带你到嘉义来寻找100年的老味道。因为嘉义本身它的这个历史文化根基就比较长，所以保留了很多特殊的技法跟味道吗？你有没有听说过，从清朝到现在有一种细修啊？我知道秀谁啊，所以我小时候蛮常看见他的。这细修啊呢，是人家挑着担子呢，挂玲珑北修给。以前有那种挑2个担子，4只神兽，瞪那个狗啊，叫后把塞球啊。但是呢，以前呢，清代到现在呢，有一种小吃呢，叫做鸟切藤。这是真假也在假哟。哎，可以。这个等于所有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它的麦芽糖整个变绵绵的。威哥怎么那么厉害？你都没有讲到重点。除此之外呢，我还带你去看待在嘉义也已经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一种在庙经常会看到的那种厉害的交趾陶。哦，对它其实就是捏塑，然后雕那个东西。因为呢，交趾陶就是一个低温陶。如果是完整这样做一个，要多久的时间？至少要个半年1年。哎，我突然间我觉得人生得到一些升华，我以前那些退锅好像都已经洗不要这样子哦。在嘉义呢，有全台最厉害的秋葵的种植地区。哦，真的哦，其实是在嘉义哦。哦，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不知道哎。这次让你一次看个够。哎，我看到这边好多三合院，刚刚有看到有一家那个三合院，它是用应该还是 Hinoki 的那个板，而且这个是以前是有钱人他们家。这是一个隐形有钱人的社区，你怎么看得出来？要不然哪能盖那么大的房子？因为呢，勾沙哈，听说呢，郑成功跟他爸爸在开发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上岸的，所以这边是最早我们叫鹿草乡的鹿东社区。哎呦，小顺，欢迎你来高温岛草佚佗。我来想讲，我是一个学生上，要介绍地区。啊，你几岁啊？我嘛40岁。现在有较老的不？不，你的是小弟。在地的呢，社区文化是由你来导览的。我们这边就是鹿东社区啊，我鹿东社区。而且说，恁头前看到一条溪有无？迄200-300年前的时候是做闹热的。你看对面遐虽然今麦已经无错，但是家吼鹿草最有钱的人都住在这2岸。你说我是不是这样猜出来？你很会闻到钱的味道哎。开玩笑，小顺实在太厉害了。对，好臭哦，铜臭。它这里这条街就是一个集散中心，传输的。会去打。去到搁较内底，搁较起的时候有一个驿站，它就是要进嘉义诸罗城的地方。哦。古早冰冻是高。算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突然间想到，因为每次在节目里面唱歌，都要再去买权利啊。对，其实有一点麻烦。不会。是，所以呢，它的旧名就是诸罗山。对，以前有官道跟民道。对，民道你搁让它头前遐。上次去等下大户人家有看到，有猫道，还有马道。对，那今天我们要走官道还是民道？我们走我们鹿东在地的民道。哦。以前这边就是船要上岸，这边叫鹿东，对面叫宝湾港。西河旁边的岸，要靠岸的地方，有一分左岸跟右岸，对，没有错。这个以前哦，听说是满山满谷的都是梅花鹿。哦，梅花鹿你讲草啊，这叫鹿草，鹿啊草。它有一种树是那个梅花鹿喜欢吃的树，已经拢无看呀。因为农业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达，梅花鹿也不见了。对，所以都看不到。这条 K 就是较早因大家用居民的2岸，然后货船进来之后，要从这边哦有一些货要上来，然后对面就是我们鹿草的大户人家这个整个村庄。这个是我们的红砖墙的故乡，应该讲说从100年前到这5、6年代的一个变迁。所以呢，这条巷子同等于他们这边的时光隧道。让你们猜猜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屋檐，这边背起的。聊天钉，从这里上去。东天钉、西天钉。天钉一种3等外，跳你2就拿从上。这我都不晓，我跳。其他都不赛。第2次跳更危险。聊天钉一种3等外，跳你2就拿。叫德顺差点对，差点你给他管，他的兜里拢无啥靠困哇。这个是什么？这个叫鸟踏，盖出来之后，它只是说下雨比较不会打进去，滴水比较不会进去。像我们车子的晴雨窗啊。对，没有错。那但是鸟就站在这边休息。久而久之，我们就公开起鸟踏。哇，真的很有意思。你看这个都有，其实它也是一个好的方便的，就是说，我们屋顶
派去要去你维修，这个也好上去，也好，对啦，因为梯子的话哦，它有个介布啊。对，而且你看它就是还是都用传统的瓦片。我跟你讲到瓦片，这个就是来行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瓦片？跟对面屋顶上那个瓦片是完全不一样。对，这个是比较早期，这个早期，这个是后期。反而这个工法看起来还比较坚固一点哦。对，而且比较轻哦。这个是以前要有窑厂，窑厂才有办法烧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是在这个清朝末年。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日式建筑的，这个到民国50、60年代的这个做出来的木构，然后用瓦片这样子。是的，哇，这个呢脚踏就更漂亮，你看更漂亮，造型越多越花俏。对，不要讲这个人引导的新婚地位。你看屋顶上面来，这个叫马鞍，这是平民在用的，然后有当官的，它是可以用燕尾翘起来的。对，而且它有分金木水火土，你可以看到是有视角的哦，那可能是土，金的是尖顶的。这个就要看说他们家的那个姓名的话，起造人的，对，他的五行怎么去选？对，这个到金门去，这个有研究，这个去金门你可以去问一下。哦，但是我不是唯一的答案，对。是，后来这个大家有改良过的。啊，这个是要干嘛的？这个是吊东西的内纱啊。我告诉你，这应该是插一个管子搭一个布，对，遮阳用的，遮阳西晒遮阳用的。你看那个木门，那个以前都是那个 hinoki 下去做的。你看都是加官进入这个的展开工这起是正面大的所在大春秋，那这个是偏反。是，天丁进财，天丁进财。你看这个都是 hinoki。你看那个梁柱，我这个都是原木哎，这个应该也快上100年了哈。这个就是人家讲的落吹啊，就是它有经过那个虫吃的，然后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料，所以我们都会把它拿来做这个，有时候做柱子或做边料，对边料。你看这次就整只都是死的这个，那这边以前是水稻的育苗场，你要看屋顶，它全部都是块木，整块呢，对。现在呢，很多原木上面没有什么孔，对，故意还去弄一点出来，对啊，那个立体感，对，没有，这个是岁月的痕迹。哎，小顺，伟哥来，这就是较早低调，对，你来看一下，这整啊跟这整啊无同，不同的时代的，不同时代的整啊，有的更大块比较高的，那个是清朝的时代的砖块的。来。咱讲一个土卡处理家，那个抽坑，对，抽坑叫土泥土，对，它就是竹子哈。对，要坚固的时候，里面先用竹子编，然后里面要加石灰，一根厝就可以好几代了。这传统的三合院，哇，你看这个多么古色古香多老，那个气味多老，这完全就应该100年以上了。对啊，你看以前的有钱人，只要看门口这2根柱子就知道了。撸大基代表于身价在地方的地位，它这2个的这个立柱旁边的，对，还有有点像庙那种斗斗，没错。而且呢，柱子下面你又怕虫蛀、怕潮湿，那么有挑珠，而且你一看它是花岗岩的，跟本地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的，这一定从彼岸来的。对。一看到这个屋顶就知道说，哦，这个是要更早的年代了。你看，而且竹子架是竹子架的哦。我们乡民回来的时候，大家很喜欢来这里逛，因为有很多的回忆。民国57年，陈正礼来前，陈正礼先生与赵桂花女士结婚的摄影留念。然后我们把黑白的照片把它洗成瓷砖之后，把它用在瓷砖上，对，然后把它贴起来，就是比较能够保存。对。哦，那个阿伯在干嘛？阿伯，那是什么油？哦，你有一个，这你创的，这做好胜的哦。他早的人就是拢安尼，稻子收割之后，怎么把稻谷从上面，不是有踩那个除穗机？对啊，这嘛是另外一种。但它的原理是什么？要把它打散吗？打脆，上面这个把那个稻米打出来，但是一起破坏王哦。您这是不是高洞？高洞好不好？物件会用过拢派去。等一下，你加下多久？5龙啊，50。收边的。好，是要打那个穗，不要打到自己的头。哎，有了。哎呦，那它是一个离心力，有了。我还真没看过这个。它就是要有一个惯性。我以为他是参加舞龙队。我试一下。有点重量哦。哎，对。还要顺那个是，而且那个还要有一个那个竹竿还不能歪掉。对。
有我们之前在看到就是用那个红垢，哦，有用踩的，也有用是这种方式的。那是分离机。这个阿伯，你们现在还是住在这边是不是？啊，那以前这边很热闹。你小时候这里还有很多船进来吗？没有。后来300多年前。这边还有很多那个秘密武器。来介绍一下，我大家要看买这个是啥？小顺，黑是啥？这个是有一种球类呢，叫带球。对，让甩进去是。不是啊，这以前要做开嘛，根本摇。叫了那棒啊那样。哎，对了，后水的啦。后水的。哎呦喂！哇塞！人讲黑黑丢车倒流吼，大概后水小盆有。安尼好，安尼好。哦，这个有一起来，这是啥呢？先不要告诉他。哎，为什么会有声音？哎，是不是乐器？而且可以解解答。来，有没有？这个音乐的节奏像下雨的声音。对，这个是祈雨的。哦，不好的时阵哦，这是祈雨的乐器，所以它祭典的时候会拿出来用吗？这个是干旱的时候才有用。它这里面是放什么？这个古董，我们猜里面是豆子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它是有用的。是，我现在有点尿意。老好香，老好香。哎 OK， 哇，真的是长知识了啊。These days won't come round again. Once they're gone, they're gone. Only rivers go on and on. These days won't come round again. Come midnight, it is done. 这么多人呐。对，好热闹哦。是啊，是祭典又开始了吗？我跟你讲，很多咱讲的河语啊，就是来一家，咱再请咱船长给咱介绍一下。今仔日哦，非常的欢迎吼。参加咱这告白啊比赛啦！阮今仔日吼嘛是阮乡长吼，哇，阮的香港好，干好，整个乡最重要的都来了，人物都在这边了啦。当然咱的团队遮早来，嘛带动吼阮的精神更加好啦。是，上公替你先去宣传兼广告，谢谢，有影有影。免个拿钱啊，免咯，免咯。阮这个区啦吼，自较早日本时代吼就有啊啦，占地是7/7。较早时代人拢伫遮咧洗衫啦，啊吼洗人，迄一寡迄个菜厨有诶无拢伫遮咧洗。啊嘛是阮的遗荫地啦。年底的时阵吼，正月初9就是阮这玉皇上帝吼圣诞千秋啦。啊，阮住这个区啦，甲考大来这有鲤鱼嘛吼，鲤鱼迄个台仔鱼啊，啊来斗生咧，啊剩的鱼啊。来袂阮整恁的人，啊，甲做一个公金啦，一举数得啦，无家顾家啦，或者是孝敬玉皇大帝。可爱的乡长，在您的这个任内呢，力推这样的一个活动。对，这是我们有关以前的传统文化跟历史的传承。啊，我们传就社会带动起来，我们居民跟社区都是一起参与。哇塞，好棒哦！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是要怎么样参与这个活动呢？河鱼唔是老虎啦，对啊，这群老过来我就剃光啊。啊对啦。啊，即摆还有其他的迄个娱乐。有啦，啊，咱这就是要告白啊比赛，即摆爱分队吼，啊，要来告白啊。分做2队，咱这分做2队，猜拳嘛吼，猜拳要分做2队，对。啊，即摆人家射迄个球，还佫射了转来。有。较戆嘛，选内底这台。对啊，因为你安尼拍对啊，你外口一台，嘛射啊你。但是这是凭技术的哦，毋是我要多这桌就这桌哦，你来过一边啊去，你嘛得甲客边啊去。基本上这个就算是一个队员的啦，吼，已经是分2队了，赢家先选嘛，好，剪刀石头布，剪刀布。先选的又不一定先赢。我跟你说，我选择这边，我选人，那你就可以选颜色，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娘一点。对，我粉红色。你粉红色，好，我选这边，我这边，那我们就准备了。好。哦，屁股熟了。我们是不是要喊什么声，然后就滑？就各位哦。对，因为大家要作用在同一个时间嘛，一个力道上，对。1出去2滑，1、2、1、2。小车要准备好，开始了，笑脸嘞，出发啦！1、2、1、2、1、2，加油！2、1，哎，我们要过去一点，那个剁手，1、2、1、2，在你那边用，左边用桨，对，好，1、2。
水完了，水完了，你们那边不要滑，里面不要滑，好，1、2、一起啊！1、2、其实那个同心协力的感觉就是很不错。那很明显，我们碾压另外一艘船，我们没想到，我想，哇！我突然间回头说，他们好像还在原地没有多久。对的，不好意思，拍谁啊！1、2、好，左边要多一点，对不对？来哟，1、2、加油！1、2、加油！1、2、OK， 慢慢的，蓝色，看到没有？我们威廉队获胜喽！队获胜！Give me five！ 上船喽！还有没有捕到鱼？我们要拿这一条去献寿。好，我要把它放掉了。好，谢谢。对啦1、2、3，来。OK， 哇，不容易。但是这种娱乐性真的是超高，有滑起来很有感觉。我们属阮10几档啊，咧办啊，社区成立不了成立10几档，每档拢办。啊，当然嘛，阮乡长甲阮支持到我多啦。经理该就是耶。啊，咱啊乡长吼，来紧的单位甲咱吼争取预算，安尼所有故事有才有法度发展啦。啊，船长要继续支持了，继续经落去哦。特动啦。我们找一位帅气的陈老板，顺利哦，伟哥，六，听说他是个人瑞啦，就已经活了100年之久这样。是他们家的店呐，活100年的店，这样传承几代了？我们传承3代了。阿公以前是去外地学回来，还是本地就有本地的味道？从阿公开始是干妈店，干妈店做早餐，然后出去外面学拜师，然后回来做饼。做饼哇！听说这人是很多，当然这个宫庙庆典啊，或者是婚丧喜庆也很多的。对。这个要介绍我见哈，然后上点大饼。听说以前这个是会看出来这个家的那个家财是不是万贯？是。看行情大细地。一般我们本有27种。哇塞！我们出名的是卤肉豆沙，跟外面不一样，我们是用肉块。对。那你的成本有较管啊？对啊。这样比较可以让顾客吃到那个原肉的口味。你这样子看，就是他们这边是不是大家都大户人家？就那个年代的话，吃肉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比较不容易。要吃哦，金本饲料哟，来个卤炒，对，切担当哎，好，来 ，OK， 那我们去厨房看一下啊。恭喜你朋友，来，很快乐，哇，这是要配饭的哦。大地吧？我们这个店从以前就这样子啊。是，就是你印象中他们就开始这样。就是这样做的。你讲看没有？讲看没？哦，有熬饭无？哎呀，那配饭啊，那拢用3把哟。很香哎，它这种香气，有点像吃霸掌的那种香气。对，感觉对。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有一点虾米？我刚刚看到。偏胖。所以它那个味道就不会让人死咸的感觉，香气就比较多。啊，你饭当时也在煮好，对，这个等于就是自己饼部做完之后，家里的肉是直接可以拿起来这样配饭当。可以啊，其实这个都可以。你煮这样子，加个多少？标霸酱。嘿啊。标霸酱啊！哇塞！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加工会油葱酥跟芝麻，拌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做饼。好。
最好吃的那你可以试一下，现在味道有没有不一样？不是品尝一下呢，它多加进去的佐料，滴秋秋，这是哪一个方言？好像是湖南还是哪里？以前那个张雨生还教我另外一句，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对，公共汽车。哇，好，第一个步骤，回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西饼，然后我们第一个，你那根为什么是黑色？这个才年代久远，交换，那个感觉比较酷。真的，我看一下，这是紫檀的啦，而且你们看到那个牛毛纹，他还说用比较久，明明这就是好东西，不给我们用。对，这是硬木类的。然后我们就是把乱包东西。刚才拌好的卤肉，先放桌上。对，有没有？开，然后我们这个是绿豆沙，绿豆沙，对，这也太大块了吧？然后压手掌心的大小，然后把它盖上去。这位先生，你的裤子有点破。对。然后用掌心把它压实。打开你掌心，让我看看你四肢有旋的秘密。本来很多人买那种演唱会的票，现在已经退了。哎，不会，因为大部分我的粉丝不在乎的这件事。是。他们很在乎。他是来看你的。当大家没有唱歌的时候，我拿着麦克风跟他们脱口秀。然后翻过来，然后肉我们就包在中间的。没有啊，它掉出来啊，没有包在中间啊。那就是你们压死。我没有压紧啊。没有压紧。对。压死。然后这边把它包起来。我明明就有压死，你们都有看到吧？然后再把它捏起来。对，捏起来，然后我们开口要朝上，就知道它开口的位置。等一下我们包的时候，它肉会比较集中在中间。这是外皮，然后我们把它。现在，我就了解你。你爱个小人找他去我？不用，我知道。你还说开口要在上面，开口，你到处都是开口，开口在上面吗？对，不要了，开口在上面不好看啊。你觉得？我就给你静哎。我每一个步骤都按照师傅讲的啊，老板讲的啊。过来，不影响。那个皮要有点切口，缺口，朝上，然后压平，然后我们把它往前擀。哎呦，指南的厉害哦。因为我们这是圆形，要有点圆哈，要有一点圆，你这样包起来会比较平均一点。那只紫檀的应该现在也不便宜应该是找不到的。对啊，紫檀的这个，有够扎实的，这样可以吧？这样太大了，太大了，它又变薄了，不好意思啦。好，刚才缺口一样朝上，然后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就用我们手掌心上把外皮拉上来，然后大拇指把内馅压下去。老板，你这样子传承家业多久的时间？20年左右。他有没有想说不要接这个家业？你还要劝他再去找工作吗？我想好奇，年轻的时候从阿公跟爸爸传承下来，然后我们在乡下也做的还算不错，又只有我一个男生，然后就考虑一段时间以后就想说，就直接就想说好了，你很乖，好，过来，然后我们用虎口把它慢慢收起来，不影响刚这样对吧？可以，可是要包紧。你说把它捏起来，捏起来，可以，这样可以。然后我们模型是长形的，稍微搓实一点，长一点。然后我们放在模具上面，手掌心压实，压到8分来。不要，我要用这个，因为我以前有练过空手道。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上一个饼就完成了，上饼就完成了。真的？OK，然后呢？有毛笔哦，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画上我们自己。会是用印的。短片头前你来要再印回来。对，我们是做喜饼，所以我们印个形式。好，那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可以作画了。我这次真的是画的是非常复杂，你不要跟我比赛了。因为他就会我手会歪掉，因为他基本上就会有一个输赢。那因为结果通常都很明显，
我解释给你们听，你们觉得哇，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一只鹿，一只鹿，对不对？对。啊，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门。对，一个栏架，对不对？对对对。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什么？是一个人。是个人。对对，啊，他手上拿一个鞭子，就是操练他，就是代表入草的意思。好的，因为我知道看到毛笔，因为他是毛笔就是学生的老师，是，所以很认真的写几个字。入草百年老店，一生难得。你是不是舍不得吃了，对不对？这一块要留在这边。你是不是很想要取得我这个授权？很难谈。你是不是要嘉义有难谈啊？对，是水库，在嘉义大学上面。对对，上次我就来这边在做那个玉玲珑的时候，我就说，哎，一打龙博爽，一打龙博爽，又点名啊！好，哎，你看这表姐难谈，嘿，博爽是跟他谈的。就难谈。哇，这个是之前已经做好了，是，好像跟我刚刚写的字没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我们先试试看味道。老板，你是不是狸猫换太子？希望收藏我们2个人的作品。因为我知道那个很珍贵，你们可能未来你们会成为你们的香饼。如果你求我，你可以把那2个饼放出来，我就写一张送给你，要不要？好，果然是被他抢走了。好了，不要开玩笑。不同的口味吗？不同口味，是我们刚才做的卤肉豆沙。它这个呢？冬瓜肉。哦，冬瓜肉饼。哦，它是用五花肉做的。哦。五花肉的鲜度。对，然后香气会比较重。是。真正是有够高哎。大肉派哈。对啊。真的很香。那个炒香就厉害了。你看它好扯哦。这个卤肉也超好吃哎。超好吃，绵的那个口感非常非常古早味。它只是内容不一样，但是那个绿豆馅跟那个皮都是一样的。皮一样，可是那不是绿豆沙。那这样没有，这不是绿豆沙。这是什么呢？因为比较老一辈的红片棍，跟他们家里做的。红片锅、红片棍哦。红片哦。就是伊本来要卖100块，但卖你卖300。你等于叫做红片锅无？它开始挖红片。对吧？红片锅。哦，它口感不太一样。对，口感。因为它比较扎实一点啊。冬瓜甜在里面呢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你咬下去，它突然奔放了，很惊艳呢。对啊，而且它的油葱味好像更明显。对，对不对？香气会比较足。对，它香气比它如果相对来说的话，它肉感十足，但它的那个油葱的香味比较明显。对，然后因为它是用虾米下去爆香的，然后我们这个是用虾仁。这个好好吃哦，那屁屁然后，而且我刚刚有吃，它有一个脆脆的那个是冬瓜，对啊，吃到冬瓜的口感，因为我们用五花肉，所以有肉燥搅得很细，所以你吃不到。哎，我告诉我讲哎，真的很夸张哎，我你看没听懵吧？语气是哎各位把手给来，要嘞。威哥这边要右转，好，有没有看到？这跟你们棒棒糖有关系的。哎呀，好棒棒的饭店，跟积木有关系。哎，是，终于看到了。你好，你好，这么年轻帅气哦，你有练哦。你的背练的比较多哦。哎，没错。对，来抬头挺胸一下。要动一下。会动。光是这里呢，我们收视率就飙高了。是。6块7有吗6块我看。没有。哎，其实不错，照顾到地方妈妈。对，所以。我们要看背肌啊。对，你看，哇塞。好，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先把衣服拿。我们把重点调回来这边。啊，这边是一个亲子的饭店，跟你们那种年轻有活力有。对。你看，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对。哎，这边有一个整个空间都是给小朋友的。我们这边总共占地的话，光一个乐园就有2黑门，南台湾最大的室内乐园。哎，我们现在
人在的是积木馆，就是比如说后面的这个长颈鹿都会到处都会看得到，那甚至在房间里面也有可以玩。房间里面也有。小朋友一进去就看到自己的工程来了，他就会去组装了。对。亲子馆的话，我们就是每一间都大概28平以上。哦，这么大！这个饭店占地多大？饭店占地的话，大概2万平。2万。那在这边移动不就是都要骑摩托车还是骑脚踏车？对，所以我们有一台小高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要帮那个百香果来探点。我小孩。虽然他现在只有9个月，还不到10个月。对，适合吗？也是适合。等一下就带你们去看。是。我们要跳一下，到另外的地方。好，1、2、3。下次要多看我们节目哦，可以适应吗？可以，行。还没结束哦，还有。那先脱衣服好了。哎，不行。好，真的要跳，这个要跳了。哦，来啊！1、2、3。还是没学会。现在就是呢，每个库房呢，店卷门一上来，每个门后面都是经验。我现在在看到这个车道，就不是说单纯亲子啊，是不是在结婚前，经常车子一开就到这种空间？比较像生亲子的这个饭店。什么叫生亲子？我们看起来像汽车旅馆啊。是，它某种层面上也是停汽车，但是它不是停大朋友的汽车，整个车道都是小朋友的赛车场，所以我不用害怕说我开之后，突然有车子进来说，哎，不好意思，爸，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各位观众，哎呦，你看，真的有哎。那楼上该不会就是睡觉的地方？没有，我们就1层楼的，就只有1层楼，但是里面有18平，家家户户都有像这样在里面玩的车子，每一间都有。哇塞！因为外面的停车场，大到一个太夸张了。对，我刚刚以为要办那种万人演唱会的那种，才会在这里啊。对啊，那有没有想办？办万人演唱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那个团体，现在找不太到场地办，有没有想要？但我们这边，你现在在拒绝我的意思吗？不好意思，没有，我回家被照啊。你解北瑞了。那大朋友有没有什么设计？大朋友的话可以去放惊奇乐园，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2100平的室内乐园。然后1、2、3跳一下，我们就过去了。啊，1、2、3，啊，这样就对，这样就对了。那你要进来参观吗？不用，那是他的地盘。都还没有进房间，你就要开始飞出去了。OK， 好，来，里面有28平。哇哦！可以直接看到小孩子，对啊，因为它比较没有那种弯角，有没有？而且他准备了一些小器具，你看哦，这边就可以玩很久哎，刺激他们的那个脑部的一个发育。最近呢，百香果的一个成长的现象，我觉得他成长的有点快，但是我们也没有逼迫他或者什么，因为他像他不是你逼迫他有用吗？有些人不是说希望他赶快站起来还是什么学会啊？他当然我们就换大一点的空间，就希望他可以一直爬嘛。他现在是已经可以自己直接这样站起来，会不会跟家族整个家族2个家族都是运动细胞有关？对，因为我觉得而且我不是有弄一个那个攀爬架，他是已经自己可以爬上去，真的。对，他去公园的时候也有那个爬，他就就爬上去。哇，这个空间你看，不是，来看一下这个浴室，我以为是游泳池嘞。哇塞！哇，这个等于全家大小都可以在这里面泡汤。对，全家池，婴幼儿都可以在这边滑个几步，我们就到惊奇乐园，然后跳一下，来预备走。你还有跳啊？哇，这个是不是有点浮
浮夸啊！这个老板一定是小时候没有玩够。糖糖姐姐，欢迎你们来到棒棒惊奇乐园。我们这里呢，就是有分2个大馆，然后一个是我们的海洋馆。海洋馆是给小朋友玩的吗？2岁到12岁的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玩。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运动馆，13岁以上的小朋友才可以玩，不管住宿或者是散客都可以来。运动馆的部分有3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八爪攀岩场，第2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拓展冒险场，就是走绳索的。然后在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弹跳场，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跳场。海洋馆的部分的话，我们有沙池场，就是小朋友都可以在那边玩沙沙、玩吹冷气、传沙沙。那个好扯哦，近距离看一下，我觉得好酷哦。不是因为我没有看过人家球池，它是有主题性的，就像海盗一样，然后在里面可以玩谁当船长。对，你看没有走过来，没有看不到。再往里面走的话，还有一个迷宫寻宝场，小朋友就是可以进去里面探险。我们都会设一些小游戏，让小朋友进去里面寻宝。哎，这个好赞哦！光这样看孩子就疯狂了，超级看到对。好，糖糖姐姐，对，哎是，我们要第一个要有安全，对，就是你看这个装备都非常的 OK。对，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把你的安全绳，然后扣上去，保持你的平衡，手要抓好，注意安全。好，那记录是多少？我要破他的记录。我会创造一个最慢的新纪录。好 ，OK， 那我先走了。OK。我又回来了。嘿，哦，小顺，你这个要小心哦，这它会有点晃动，不好哦。你干嘛一直摇它？小顺，你很坏哎，这像是鹊桥一样，看。他做的好好哦。哎，这个也会帮助你的核心哎，你这个要小心哦，你等一下。尽量不要蘸这个红色。我不会。对，因为它会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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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快晕船了。哦，你好讨厌啊！好讨厌啊！好讨厌。那我只能演这个。算了，你直接走。你走，我帮你踩住，它就比较不会晃来晃去。我拉着你，哎，对。来，给。对，我慢慢就。可以。我慢慢，我帮你提一点点，就不会手就不用花那么大力气。什么叫做生死与共？对。兄弟，放手了，小孙。生命的路上你是不寂寞的。我拉住你了，小顺。差一点点。快要到了。快到了，你是全村的希望。你踩那里，对。哎 ，OK， 对。如果没有你，终点在那里啊。那边，哎，你先走，我看看。好，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来，我也不要离你太远。等，我要把它绑紧一点。对。哎，你怎么下来了？哎，这样快多了。到了，赢了。其实有挑战性哎，你自己有完成过吗？我，你刚刚是在 rap 吗？我说你爱我说不出口。来，扶手来。哇，这么厉害！够吗？好，再来吗？再来。没有滚木那个。好 ，OK。来搓看。到了，我们再把全部来玩。好了，我们录影了，别玩了。哦吼！
又看到这个球池，热血就澎湃了。对啊，就不知道几岁，然后就看到这个想要往里面扑进去。真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球池，然后有那么重要的这种主题，像是海贼王可以当海盗，像个在大海一样。大人呢，其实也可以体验我们这边有一个金属滑梯场，那是给大人体验的哦。这是很舒压的一个溜滑梯，这样子。80度到90度。对，它其实上面是垂直90度。这个道具，你先拿这个。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嘉晴，因为她有点上镜头，她有点羞怯，是，所以我们就特别要打马赛克。他以前小时候有个梦想，他其实想当徒手。没有。好，他现在坐在这边，然后他不停的丢球。对，我们在后面看谁接的球比较多。哦 ，OK， 好，没问题。那你没有问说为什么我拿这个，你拿那个吗？我真的觉得很好奇。刚刚你也心甘情愿拿走了，你现在有什么意见？哎，就这样分配好了。对，好，预备，开始。有我这里。有吗？我有一个。哎，还要看最后再燃几个吗？对。15秒。哎，有2个了。倒数10秒。有。8、7、6、5，就这边。3、2、1，好停。哎，怎么那么多？这样。哎，我真的没有掏完，全部都是。你看，你没有拿里面的吗？没有。8颗。哎，我觉得我接3颗算很厉害。你很厉害了，这样的5球了。好，来，丢看。从哪边？就从这里。哎呦，差一点点哦。哎呀，这太低。哎呀，进了。哎呦，这个可以。哎，进了，还有机会。啊，太大力了！2局让你输，你甘愿了吗？你不要动。OK， 麻烦你上我们的金属溜滑梯。Go！ 你有玩过吗？有啊。有。真的吗？好玩。好玩。我来了！哎，蛮高的哎。我们这里呢，就是要使用这个麻布袋。对，然后双脚帮我伸进去里面。它垂直，你看。对。它是这样子哎，然后溜下去，然后就会Q 一下秒数。这会如果没有棉花的话，会那个飞出去哎。对，一定会。好，来了，哎，这个还是要准备一下哦。嘿，来了，小蕾蕾，出发吧！先不要，小蕾蕾出发喽！好快哦，好快哦，好刺激哦！丢它！好好玩哦！我不要回家，我要在这边。Yeah, this is how it's gonna be. Put your worries in a bottle, wave them goodbye, let them fall out to sea. 诚如呢 Aaron 所说的，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餐呢。没错，烤鸭舞吃还没上之前。对啊，光这些小菜哦，小陈、小林没有啦，小许、小廖，我这一看就超好吃。这个包菜，哦，好好吃哦，好入味哦。哦，这香鱼腌的好好哦。哇！重头戏已经来了，来，主厨请下刀。请。因为我们这个鸭是3公斤的重，超过3公斤那个油脂会很多。
就我们的那个鸭皮寿司。哇，那吃的之前你要比一下，鸭皮寿司，鸭皮。上面撒的这个是金箔，金箔跟恩箔，是不太赶快，赶快。嘿嘿。那个鸭皮香完全不在话下，重点它保留一点点那个肉，它中间那个气势好绵滑哦，而且那个皮脆，哇，好香，好好吃哦。你们今天有没有可以吃？你们有一套哦，那就知道，那就好了，好了，不然就不用留给你们。那我昨天晚上忏悔了2个多小时。我们一直还在回头吃哎。这是你们的晚餐，所以我们现在多吃，但你们就少了，是？那我们赶快再吃一点，再吃一点。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小心驶得万年船，是心急吃不了热稀饭。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先把它捞起来，然后放凉。我有 get 到，我有 get 到。师傅，谢谢你，你已经几10年了，45了，就还是对料理还是很有热情。对啊，很坚持，自己都会想说要做一些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听到它的脆度哦，而且它包2层。这是给牡蛉加呀。Q 度是第1层的皮，这个是面皮，这鸭皮，但后面呢有葱段跟那个小黄瓜，所以它那个快。它完全还有留一点那种烧烤，对，那个汁啊，那个香气。烤的像这样子刚刚好，最好是它比较有甜味这样。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只单纯追求皮的脆度，但其实他失去了一些没有那个皮的甜味，我要再刷一层，可能是你们自己的秘方。对，我们那个自己调的酱料。鸭皮的真正的精华我并没有吃出来。做很多事情要 double check。真的好吃。对。经过再三的确定。除了3杯之外，你是不是还放了一个不一样的香料？炒这个3杯就像以前人老一辈的做法，做台菜有那个放沙茶酱。对。真正的3杯是要放沙茶酱。是哦。那因为那个沙茶的味道，它其实是提味而已。还有一个鸭架酸白菜，酸白菜是我们自己做的。粥是不是也要花一些时间？对，因为那个米要用那个生米下去煮2个小时半这样。你如果都用熟米去煮，那个米的香就没有，好像是你含住，它就是完全是糜，就是对，然后再很绵，比燕麦粥燕麦的那种更软绵。真的好甜哦，这个这算大宴了。我们能邀几个好朋友进来坐，要不然以他的身份一直站在那里。对啊，我们下次应该走不太进来。对。但他进来要不要穿衣服？出现了。对。帅哥他就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会旁边会有一些花瓣，对你星星什么的。因为你的推荐，我们又没有看到你，我们的吃的也很不安心。那你自己平常有没有吃过？有，我们都要先试过。那你有特别推荐你自己最爱吃的是哪一道菜？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卷，就是你再三检验过那个卷。再三检验，你就说嘛。我在吃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看嘛。这样的料理其实真的算非常非常精致哎。在一般的亲子饭店来说，好像不会这么追求这个餐饮的。对，站在第一线的主厨，他就是这么厉害。其实这个都算是灵魂人物。饭前祷告的时候，一般人说主啊，但是主厨啊。你平常吃东西应该都是不用自己动手的吧？也别人要帮你服务一下，有没有需要？来 ，OK 啊，火车要进山洞了。对。
因为我们要跟你做永远的朋友。对，要不要再喝个汤一下？来啦，哎呀，哎，不行，你看你已经弄过那个汤，我来来汤你来。先含一口再吐过去。是什么时代的啊？您这节喝好，谢谢。因为他怕烫到你啊。主厨，你心里会不会想说，没有服务到，要不要我们也帮你服务一下？你不要这样子，这一盘都是他的，你知道吗？对。我们平常没有那么狗腿，我们也是看对象。哎，这一集怎么那么好笑？早餐的话，因为我们自己还有一个自己的烘焙坊，因为烘焙坊面包是不是？对，都是我们自己烘焙坊做的。哇塞，对，跟一般饭店不一样。这个现在已经到第5代，哇塞，肯定要把这个历史完全吸收进来。哇，一定是100年超过了。不止，来，老板娘你好。小顺从小真的就很喜欢吃他们家的糖。其实他们家的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就是古时候叫做老鼠糖。撩起啊，这是一个故事诶。真的，人讲古早含几家个爸，讲到恁的阿公，就讲到恁的阿妈，其实这是祖先。啊，讲到阿祖，鸟鼠仔糖是新港第一个名。啊，较早迄个卢七头就是阿祖，就是第一代。较早伊唔是这的人，伊嘛唔是咧做新港鱼。以前袂啥。伊是伊为迄个民雄吼，民雄民雄那个阿波兰，然后伊就打迄个粗饼，粗饼就是面粉嘛，粗饼啦吼，土豆甲麦芽，为遐行路打来到洪天宫庙前遐卖啊。因为就有元朝就有清朝嘛，来做生意。有那时候都要等到雨季，连没冻出来，眼看着这物件拢要炒掉，要淡去啊，要冷。是啊，要安怎？啊，就灵机一动就甲伊弄到啦，煮做伙看卖啊，了就一大锅安尼黏贴贴啊。要安怎？啊，要安怎？较早就是用米糊嘛，伊就摕起来用米糊啊散散的，啊来缩缩的，啊一条一条安尼了，啊用黏。啊，黏嘛是黏安尼黏的时阵，因为阮迄足 Q 的，啊黏的时阵就是看一个尾，看成圆圆安尼，啊看起来那鸟鼠啊嘞。哦，谁家鸟鼠啊呢？所以跟鸟鼠是什么关系的？只是那个外形很像而已。是。拿来庙口加卖，然后生意就好诶，大人讲要买鸟鼠啊。哇塞！你看啊，想去简单不就加落去哦？是，那个就没有办法回味。对，迄度安尼在叫我又规波完了，我规波吼。对。哎呀，哦，那个回味无穷。叫鸟鼠啊，要食落去敢若？怪。因为一个较早的土豆拢2个人尔嘛，啊香仁加起来润 QQ，就是香仁润。后来再要去那个参赛，他是跟我说这是哪里来的糖果？新港来的糖果。哦，那新宫阿美就是糖果的意思。哇，现在已经发展了，当然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了。像这个就是鸟鼠鸭糖，后来的不会例外了。然后这是芭蕉鱼，芭蕉鱼这嘛是就古早。哇，这就古早还金蕉鱼哦，对，就厉害那个香蕉油的味道。对。然后后来桂圆、梨呀，哇，梅子，所以它可以加很多种。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来试试看。哎，这边有试。来讲看麦。这个是芭蕉鱼，芭蕉鱼啊，这个是鸟鼠鸭糖。先从老鼠先来。老鼠先来。这个等于所有台湾人啊，基本上共同的记忆都会有这个口感。你看，它就会有一点可以 QQ 的那种感觉。里面又有那种花生的香气。哇，好香啊！真的很像 QQ 哈。这种芭蕉鱼跟新港鱼的差别就是，这是麦芽跟面粉，是麦芽跟糯米，这嫩吃起来那像麻糬啊。对，非常像麻糬。所以它是糯米。来，我们看一下日本天皇最惊艳的那一张。这里都是日据时代，有明治，有大正，它就是卢七头啦。它就是卢七头，叶风名叫七头哦。起头，哦，无起，无起头我刚刚听到我讲了，哎，这做卤的，我做爱七头的。比较不容易的就是这一张，优秀技能赏，
全国这张就是台湾光复以后国际性的比赛，代表台湾优秀技能赏哎，对，那时候才民国55年。这个是算是台湾国际得奖第一张的奖状，这完全是活历史在我们的眼呈现。所以来新港家里家里的树啦，是，所以呢，他们坚持了5代，现在呢，孩子也来制作了。哇，这个房子真大哈！对，还有转弯。我刚刚差点就叫车了。是啊，哎，这个真的是老房子，老到一个。我们新港人有一个说法哈，煎鸡烫熬哥。哦，听起来呢，就后面已经看到后面的巷子了。对啊。所以这个整排这边像算不会都是你们？都是你们家吗？你们对，就是因为好几代这样子。不能再问了，他跟讲说左右两边都是。是啊。对。哇塞！哇，你看历史的痕迹就从这里开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糖果。哦，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加花生的那个。对，今晚阿北留头刀，因为这个很烫，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手摸。所以我们都是这个竹片已经伴我几十年了。哇！然后就这样子哈，然后放在水里面，这个水。然后再冷却一下。对。它去掉落去崩看吗？看看它那个 Q 度。然后我这样抓一抓，我就知道它好了没有。就是这样子。这样已经算好了吗？这样子就好了。我可以摸一下这个感觉吗？再来就是要下花生，很好吃的哦，现炒的，烤过的。试试看，好香哦！我叫我们卢维任来带你们怎么做。来，第5代，顺哥好，耶！这个使命感，自己接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颇大。你原来大学学科念什么？我念商的。只要把祖先留下来的每一个的细节都把它记住，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对，这一定要怎么样来呢？下花生，炒好的花生就是直接倒下去，2桶都要下。对，2桶都全部都下。第一桶给我。来，小心有点重哦。不要撞，小心不要撞到前面那个。光这个铁桶就不知道弄多久的时间了。然后这样放下去，它要搅拌很久。不会很久，稍微让它机器先拌一下，然后再用人工下去煮。OK， 好。还有一点。好，这种感觉看起来很丰收哦。对啊，有下这么多哦。标准的配的量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大概第几代的时候就固定说要加多少，一直都是这样子。哇，光这些机器应该都都是历史的，这个年纪都比我大。对，都比你大。卢董，你贵庚呢？今年47。你也接好一阵子哈。大概10多年。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先跟着师傅，就是做大概10年。然后后来师傅退休了，就是换我。等于就从一开始就开始自己在打拼这样。对，因为那个也等于都是拎出的老塞啊。对，那个从小时候10几岁就待在我们家的。像一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用你的铁砂掌、铁铲。那一般的话，我就是会下去上来。然后对，再把它拌一下。因为它不均匀，是因为它的糖上面就没和到。对，那我就是这样拌，要拌到均匀为止。拌到时候你会看到它全部的花生都是在麦芽糖里面。OK， 你还等什么呢？来试一下第6代来，第6代，顺着那个方向这样子，对，顺着那个。你会被他带走，你很粘手哎！而且你像要玩一个什么游戏关卡一样，因为你要趁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他算现在，要去拨到他。对。那我也试一下，这个百工百业都有他厉害。现在不要，他应该等他过。赶快！好，一定要磨土了。我看算了。哇，超稠的，超稠的对。来，过，来。很像以前玩超级玛丽啊，扫过来全，就是那个风火轮。小顺，你没有插下去，小顺，我已经用力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杠杆原理。你插下去，你靠着边边，把它撑。如果你靠手的话，你是手没有办法。对，我这样子拌感觉还可以吗？还可以，但是3年4个月就可以。还可以，但是可能会比较久一点。
没有，这个就是要这样处理的。哦，他过来这边的时候，我会从这里，顺着这个，从这里。那他过来的时候，我就从这边。哦，所以你看，妈妈脸上洋溢的笑容，是，就是这孩子也做得很好。对，那现在均匀了以后，我就是尽量把边边把它收整齐，这样可以的。我就是还会再整理一下，我会再拿另外一只小的把上面的整理下去。剥下来。那这只小的等一下就是会来把糖果剥下来。哦，这个还是很耐用哎，这看起来都没有那种咔咔声，都有保养。对啊，因为你轮走的东西都要保养。来，把它收一下。OK， 很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拿去把它后置一下。是，一般我们都是装到满。对，我知道。好，因为你的汗臭，你可以吗？你撑得住吗？可以。来，我们去做一下。家里的老味道完全都没有变，这样一路到今天为止。如果我是那一家的子孙，我也会做得非常的那个荣耀，自己在这条老街上面占有一席之地。来啊！哇，老板娘，起，那边安怎个倒落去？慢慢那个倒落去，然后伊流落去。你手能慢慢流落去啊？不紧的，不要紧。不紧的。不要紧咯，好。哦。开始收啊，吼。等者，互伊小冷者。让它回温一下。慢慢开始抓长。慢慢开始揉了。来哈，来，你捏一块给我。好，这块好你负责。直径要偌济？安尼就好啊，无因为还有这长度了。直径是安尼。直径，大细块就对了。对。安尼是伤。安尼伤大完，然后你。它为什么中间会这样子脱皮这样？要把它再捏紧吗？爱安尼收，就是安尼收，爱收的安尼爱水哦，不然不过关。乱七八糟。这样子，像这样子好，但是中间好紧实哦。对啊，我们中间会有这种开片，要把它粘住。你的力道不够。我跟你说，你这样太长的话，你可以把它弄一半。一半那边等一下，你先顾这边就好。好。这样我会太细吗？好了，这样就好了，对，要不然太细了。老板娘，我要新开发这种产品，那边也可以玩啊。很好吃，啃一天的。而且你等冷了以后，你也啃不掉。不会啃不动。对啊。这样可以哈。这样可以。哦，人威哥较老。当然喽。乱七八糟啊。往外。我怎么感觉有点安全 melody 的感觉？这样子嘿，有点往外。够老哎，威哥真的很棒哎。会使点嘛哟。会使点。好。我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有哎，进步了。那现在好了哈，我来捏老鼠糖。阮较早哈是按迄个规条，就是按那两，按那两，就不用弄断。一个指节。现在你们这样不行的话，就是这样子拿起来。你看啊，老鼠糖要出现了。有尾巴的。老鼠糖。伊就是安尼吼。就是老鼠糖。这只就有像了。尾巴不像。安尼。无尾溜吼。这个像哦，好长。老板娘，这白的，这看起来也不是面粉吧？这是米糊，我人较早囡仔若不爱食牛奶啊，那就是带奶粉。对，啊就给拉茶来，啊就干吃。真的。你有出到讲念的吗？你试看来哦。这个新妇来哦，你无听话，你把你准落。怎么可能疼都来不及了。你可以去想象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坐在这个后面的工厂里。对。这其实会使吃对不？会使啊。好吃对不对？热的很好吃哦，大家可以吃热的来。热的。它麦芽糖整个变绵的那种口感，因为有入口即化的感觉。但是热的有一个地方就是不及冷的好吃，就是 Q 度，不是
花生不花生不够脆。我也想，对啊，人家威哥怎么那么厉害？你都没有讲到重点。难得啊，因为它的花生如果它静置了之后，它那个脆口才会才会出现，它可以较香啊。头家娘一个讲你搞你卡真就跳起来，你讲出来有诶无诶？你看差不多。你骂来我，你看老板已经进山温暖了。威逼弄转注意。今天呢学到这个功夫呢，我要讲一个功夫啊。来。我以为多厉害。对，他还好而已啦，还好，你看没怕剩的，那种回甘回味，好像呢一直盘桓不去。我刚刚偷偷的跟老板娘要的我们做的不好看的那一包，在我的车上，我等一下还会再享受一下。因为呢，这个是呢，所有人来到新港必吃的。真的拜拜呢，你没有搭配刚刚我们的新港要掐糖，对，然后好像是这一段没有完整。蒸炒鸭肉羹，是的，他们家很厉害。这一家最红的是谁？一看就知道了。老板你好，哎，谢谢。你好。这个老板娘呢是第3代，算了这个第2代哦。还有你们家小孩。哦，他也有在生了哦。真的吗？我上次来，他小孩子还很认真在那边写功课哦。像那种二访啊，或者是自己私底下有再来过的店家，看到他们会真的就像一个老朋友这种回忆的感觉，笑容可掬。是，这间店哦，会旺没旺哦？看头家你有笑面就知啊。对。为什么一家店这么大一间，只卖一个货色，这样会不会太寂寞一点？不会啦，已经够忙了。我们只是卖跟面啊、饭啊，那你只回去自己家哦，这样觉得比较省。而且他也不用问说你要吃什么，要加什么自己加。这个 logo 就是想说哈，不用问，不用问。哎，没面没饭没米粉也没香菜。是，也没加菜。公公那时候就这样啊。那他自己是本身就会做菜吗？就外汇啊，外汇。板豆，都鸡塞啊，中破塞。农业社会其实国探家啦。那时候只是以上打，是那个奉天宫的顶楼高要摆打呢。是。啊，那时候就是做个下午，让人家吃个点心而已。是。其实那个在炒那个，我觉得是很辛苦呢。听说那个火是很旺的，哎呀，跟客人一样多的旺，哇，就那滴拉呢，怎么有办法接得下来？这会不会觉得太辛苦？那时候是小锅的，就我老公在炒，因为做来不及的客人多了，对不对？就改成大锅的。现在是老公还在那边，他开车去送羹。去做冷冻的，他们都读餐饮出来的，是，他们都很 OK 的。过程非常简单，但是呢，结果非常澎湃。对。那我们就去看看你那个大火的那一锅。好 ，OK。我们现在来到了新港的大事业集团的后台了，是，怎么样发家致富从这里开始？没错，这个大店，少年呢？吹了去，来，这个是他们里面最哎呦喂，最灵魂的关键哦。而且这个鸭肉有那点火在里面，会有点那个锅气在里面。它最强的就是那个锅气，就是因为有那种香味。而且呢，他平常呢没有在那边炒，就是去参加那个龙舟竞赛嘛。底下拉。少年的哈，少年其实够贵的啦。就不走，一个现在插秧的时间哦，然后去田里帮忙。真的哦。哎呦，偶尔再让它收汁。对，高汤来了。哇，他每一个动作，他都不拖泥带水。我们是实地可以吃一下吗？没错，爱看也明显了。哎呀，甜蜜蜜，你笑的甜。阿布啊，
现在开始我来分家了不？叫潘姐。潘姐。哎，真的有时候难以想象，说一碗它就这样传承了3代，不得了，没有改变这样。哎，加醋哦。加醋啊，我很会吃醋的。你只看他都没有看我。辣椒，辣椒也要，是不是？辣椒来一点，自己做的。其实我就非常喜欢他们家那个炒完之后那个香气，那个锅气，好像是被汤去包在里面。你说要焦不焦的？是，就是呢。像它就要焦不焦，微傲娇，要焦不焦，但是闻起来又香香的，它是香蕉。看到它的笑容，我觉得真的很有消化，而且他们家就削了好多笋子在里面。鸭肉本身有油嘛，这样油，对，那笋子又可以去油，还有脆，又刚好 match。而且笋子煮完之后那个甜度、那个香气，对啊。笋子差不多凌晨要3点就要送来，开始煮。把握时间把它先处理起来。对，本来笋子就会这样子啊，老就会那个纤维嘛。你看，不能做太久了，会老掉，会有纤维啊。那我们不要做，就站着好了。对。加辣那个多了一点那个香味香气。对，但是加了醋，我觉得反甜。对，那个感觉真的很好。他们现在有冷冻的。对哦。现在全台都可以吃得到，随时随地。所以正常，比如说一个家庭的量的话，对，你要加个面啊，加个饭啊，都 OK 了。有人要吃宵夜啊，在这里。哦，这叫什么？独享。做2包。想带回去跟我说啊。OK。谢谢潘姐，哇。家里。冷冻包5包。吃光光了。谢谢。我画少年，我出发吧。手要夹嘅，冇去蒸到伊。因为用蒸一个吼。就没有滚几礼拜。这个若看伊哦，就这起错动。对啊。迄台顶的演员哦，大家欢喜啊。气氛就好。气氛加班。先讲笑点很低啦，你去西药房买2罐点滴哦，一直笑点滴，笑点滴。对，我小凤姐。我42度半。哇。啊，不是要够吗？没，还给你骗呢。这一步走进来呢，就走进历史。你说这个交趾陶，我印象中它不就是在庙宇，然后比较传统，它现在怎么感觉很像亲子园区的概念？看了一个帅哥就知道，是今天的关系人。你好，欢迎小顺跟威哥。所以它这个瓷砖也算是交趾陶的一种。它算是用剪黏的工艺去取代的。那传统的剪黏是用碗下去做的，那叫不能哇。不是派去，再给来量，是它修出来，它泡泡。对，弯曲的角度就是很立体感。可是为什么会是在我们新港这边比较兴盛？在1904年到1906年，因为嘉义发生大地震，然后新港奉天宫受损，在地的士绅就是邀请到泉州的洪坤福大师来到，厉害，大师来到新港这边开始做修复，等于是传承给像我们现在的馆长陈宗正的师傅，也是他的姨丈林在兴先生，所以才在新港这个地方开始开枝散叶。但是我们怎么划分？它是交趾陶还是剪黏？交趾陶它的运用都是在一些宗教节义《三国演义》的那种人像。为什么会做交趾陶？因为它的釉色很特别，它是2次烧，先捏出这个样子，对，然后先送进去烧，然后再出来之后再上色，所以它才会有很多颜色跟层，可以做得很丰富。连这个海浪也是烧出来的哦。我现在要先做海浪，可能就要先烧这个系列出来。然后看这怎么摆，然后这样，然后鱼要放在哪里，然后那浪的颜色有几种。它这个就是在说早期唐山过台湾要过那个黑水沟，所以用妈祖在上面会祈求平安。这个是交趾，这个是交趾，这个是剪黏的，对。那剪黏的部分都是像龙啊、凤啊、吉祥物的那一种。这个是传统用碗下去剪的。
对，然后所以你会觉得它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很好，但是它很容易剥落。是，然后所以我们就研究到现代的蓝藤的技术，就是很像马赛克砖，它有做那个模具出来，然后师傅就不用剪了，直接上去贴就好。真的该不会也有客制化吧？有，我们这个都有客制化。真的，比如说人家的墙壁要用什么？是很多。比如说我要订一个变色龙，送给我一个基隆的许先生，一定没问题。而且他们以前要烧绿色的碗、红色的碗、白色的碗、蓝色的。然后呢，因为他需要，他是在敲那个碗，这个敲门弄泡碗，你是大没做加凉呀。这个做庙看习惯你的呀，什么时候要好，所以你台风来，他大概也在那边，很辛苦，而且又高。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呢，这个全台现在差不多最年轻的师傅，谢师傅。谢师傅你好，然后你现在是等于就是切出来，然后是你等一下有要需要的一些材料，花瓣，对，然后等一下再一片一片插上去。谢师傅几岁的时候开始爬上庙顶？17岁。是家人不会想说学这个？这个几年都是会学，都是亲戚。家族啊，你学了几年才出师？加工3当4个。对，3年4个为。那你自己小孩有想让他学这个？没有，他们本身也不喜欢。算是。那你们会身上会绑绳子还是什么？因为在寺庙你在上面，它是要走来走去，所以比较不方便。一般都没有这样。因为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等于有那个神明保佑的感觉。应该有。有。冥冥之中。师傅帮我放一片黄的，这是我的，像不像一个尼基里上面有一个瓦萨比？谢师傅，那你常常都要去一些庙宇上，比如说修复啊，或者是有。现在这个工还很多吗？不多，都欠师傅。比如说爬到最高大概是多高？大概7、8层楼有。像那个钟鼓楼上面，惧高症还不能做这一行了。刚开始上去只有1层楼就用爬的。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一个作品是你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像我们新港奉天宫前面那个就是我们承接的。这个金炉也是很漂亮哎。现在的装备都已经齐全，我们要弄哪一块呢？那里有吊2块，要把它粘上去。然后他要上什么样的？要上水泥吗？他手上有一个那个好像已经混好的按摩头了。你看这个，如果你有插的，它水泥如果插得进去的话，而且那个卡得紧，头了胶有好，再过几10天才会脱落。这就偶尔会一半人啊伊也无，有的就是有的，对，差不多。先爱挂头，加爱挂头，对，很神圣呢。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感、神圣的感觉。安那个塞里比哦，你说安那个，塞开，插安哦。对。威哥，你以后带百香果经过这里说，你爸曾经在那边粘过一片龙鳞。对啊，还打给他。对。这个使命感非同小可啊！威哥加油，这是你这辈子的对重要的一个阶段。我突然间我觉得人生得到一些升华。我以前那些偷什么脚踏车的罪过好像都已经洗不要这样子哦。会干嘛还打给？主要我们原来修复啦。如果是完整这样做一个，要多久时间？大概至少要个半年1年。半年1年哦，它这么长的工程。对，它部分很多了。好平静，好纯洁，我觉得我好像就重生了一个感觉。对，我觉得这个神圣的任务，然后感受到这个超过100年的一个记忆。那我们现在可以下去啊，可以，来，我先哈，来，你抓我的手，我还是扶这里就好了。连手都被唾弃了。师傅，你看50几岁就溜达哎，好厉害，习惯了啦，他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就要有这样愿意的人呢，真的很神圣的来传承呢。掌声谢谢，笑脸嘞，出发吧！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我们要去找这个林老板，把秋葵呢让它多元化，让它变成了很多不一样的口感。有时候我也会让百香果去吃秋葵，反正它就是一张白纸，我们就尽量让它尝试。我觉得这个爸爸真的是值得学习的。哎，跟爸爸没有关系，都妈妈在准备。这是这个大哥，应该是路边那个，是林大哥吗？林二。哦，对对对，这个是秋葵哦。换好了装备，对，为什么要这么隆重？因为老板有特别交代，说它的绒毛会痒，是不是？是的。一般我们手掌比较厚，你摸到的时候没事，它比较没事。对，但是如果是碰到是皮肤的，那个绒毛或细毛会进去你的毛细孔，是，就会发痒。对，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它的花苞，那它不就会一直往上长？往上长，很会长，所以它每天都要采，时不时还要给它矮化一下，是不是？对。砍一根断之后，它下面会再回报你3至4根。哦，真的？那对，我们就采一些回去做其他料理。我们摸它地头这里，然后往下折，往上拉。地头摸。对。哦。对。往下，所以我们上面都有拉。哦。这样。一般种秋葵人都是在凌晨2点开始采收。为什么？怕热。凌晨采的跟现在采的颜色不一样，晚上采收的秋葵比较翠绿色。哦，真的哦。它开花是早上开花，过了中午它就包起来，晚上它花苞就会往下掉，脱落之后有没有就可以看到一个小秋葵，这个哦，哎，好大声哦！开花到采果的时间只有3天哦。像这样就几天？这个大概第4天。哇，那你真的每天都在大丰收哦？对啊，每天都要采。难怪你笑得很开心。那它有没有什么灾害？比如说雨下太多还是什么？秋葵它最怕的就是那个小绿叶虫，它会把它叶子的这个叶绿素，它会把它吸走，叶子就会开始枯萎，没有光合作用，它就会死掉。这里就有一只了。它停在你皮肤，它会叮你啊，像蚊子一样。是不是应该要早一点离开这里？对，那我们走了，再见，拜拜。前面坐了一个美女，那个是我老婆。哎呦，你看，你好，大嫂你好。哎，你们现在正在已经处理完这个秋葵，正在切了哦。对，这个有洗过，然后有稍微把它晒一下。看到旁边已经在晒这些秋葵了，你们要做什么？我们是要做茶包，因为我们是用手工日晒的，跟一般的机器烘焙不一样。机器烘焙它是大概2天就完成一批货，像这个切好的我们要晒60天。这个太不容易了吧？太阳要给你面子哦。啊，这个也没有办法机器切，机器没办法，它里面的果胶它会把机器的刀片粘住，所以我们这个都纯粹都是手工，就要切小的。对，薄片，因为它的纤维没有那么高。它用冲泡的就可以把它稀释出来。那你们种秋葵多久的时间了？5年多。他曾经有差不多2年。2年。每天我就听爸爸在那边练它。真的。其实老贝他们的种植的方式是靠一些比较农药的部分，才有办法说你没有施洒农药，你的收成就不好。讲人拢比赛忙几箱，比赛比人减几啊倍。在这边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哦，一股关。对，就像我那边里面也有青蛙啦，还有野兔哦。然后像小鸟有那个有绿眼秀那个啊。哦，绿袖眼啊，谁迪啊？对，哎呀，你很懂哎。我是小顺，今年16岁。骗人，16岁姿势那么好，教一下我儿子。这几个儿子都很难教。真的哦。光光出来了。好，那我们赶快拿去晒好了。这个也长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整条是要来做那个养生秋葵火锅。中段的那种要做什么？把它熬成秋葵茶的那个味道出来，然后下去煮鸡汤、鱼汤。他为什么在书籍里面有看到说？它也可以变成咖啡的替代品。像这个成熟度，如果达到差不多9成以上的，我们会把它晒干之后，它会裂开，我会取它的种子，之后我们再来做烘焙，它有一个咖啡的味道，可是呢，它就是没有咖啡因。
这边把它忙完之后，我会准备那个秋葵汤给你们吃。我们还有要忙的哦。你那个秋葵，我们是有5个面，我们必须去翻动它。哦，还要翻动哦。对。我那个就很想加那个有没有日照灯，然后在下面。是你没有太阳的功能的话，它叶绿素不会转换。有那种植物灯，它有那个波长，促进它生长跟转换叶绿素所以它功能。这5个面，我们就是说这样整盘，我们大概2个小时会像这样这样换制哦。真的这个太辛苦了啦。对啊，重量差很多。而水电会不会比较好做？相比下还是水电比较好做。对啊，做这个太累了。撑过那一段过渡时期就可以了。然后有得到认同，你敢吃秋葵？我爱吃秋葵是因为它把它砍瘦之后就变成果干的那种。我这样刷，就没有在吃蔬菜啊，而且机器烘焙的，你知道吗？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完全没有。好，不要再说了，我错了。林妈妈，我错了，我往前进。不好意思，念2个小日子念成习惯了。哇，还真的能变出很多花样，真的，好几种吃法。那种菜先喝的先来，对，秋葵冰沙你可以喝喝看。它汽水本身里面有带一点柠檬口味，哦，对，柠檬，对，加我们的生鲜秋葵，直接跟冰块下去打。OK，这样子，蔬菜的腥味就比较降低。秋葵茶，对，那你现在我们刚才讲了晒60天的。我觉得有点类似接近像七叶胆的味道，微微苦，然后回甘的那种感觉。舌面呢可以完全的感受到大自然新鲜的感觉，喝得出甜味，就是它本身的果胶的甜。秋葵咖啡哦，先闻香的感觉。哦，它的香味走的比较前面，因为那香葵的味道很足。竹秋葵哦，就秋葵哦，就秋葵，那也不错哎，就秋葵，哇，而且很顺，可以，这很顺哦。来一个更顺的，这个哈就我们最原始的，而且看起来就有砍筋啊那种。嘿，老人家说的秋葵水，就直接我们用新鲜的秋葵下去煮，整个秋葵会爆浆，然后它的汁就完全下去。哇塞，这应该是很固味的。对。好喝，新鲜的，这可以，直接用这个也可以喝。海边有石花洞，然后山里面有爱玉洞，你们其实可以做秋葵洞，然后加一些蜂蜜哦。哎，你看，完全，到时候便利商店又买到他们家，我们又没有分到股份。对啊。炒秋葵比较少吃到哎，哇，好香哦，加个猪肉片也不错。真的。然后里面有香菇哈，对，所以不会再就是说，只有一种吃法而已。那我们就是传统式的，这是传统。一边是蒜蓉酱，一边是瓦萨比酱。我第一次吃到秋葵水分这么多啦，我不知道。现采的，对，现采它的水分跟那多汁的那种感觉，新鲜度，颠覆我们对秋葵的一个印象。对，来看一下，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好。和乐融融那个地方，哎呦，感受到，老板你好久不见，有见过吗？我们18年前见过面。为什么我们怎么样见面？看一下我们的菜单，你应该就回忆得起来了。喂，田鼠，对，我曾经有做过那个哪里怕，然后那时候我们6个人的时候，好像是刚出道没多久，对，刚出道，然后就是来抓田鼠，对，是不是回忆都回来了？现在还有吗？现在还是有，客人会请我爸爸代客料理，然后就一炮而红。现在你看，哇，整个满汉全席了，而且好多三产的感觉。三产海鲜类跟肉类。那你现在主打的一些主打就是一些阿公的猪肉菜。你说以前那个老师傅就是他阿公的好朋友在铺子，对，是不是？大东餐厅，对，就那个你们都是好朋友，同个时代，他们同一群把嘉义县的厨师工会创起来。啊，那我跟你讲，今天你无要吃呢，给他低头比，不要了。这个荤叫点东龟。
林老板，跟你讲个秘密，他刚刚看到你老婆说他是你爸爸嘛？我说他是女，就是要这样，人家称赞自己的老婆比称赞自己还有意义。真的真的，我出去我老婆人家都看到说，哎，你的孙女这么漂亮。那步骤是？是，这就是我们每一家做蚵仔羹调料是都不一样的。哎，这个韭菜这么浓啊！对，你先看看你稍微铺平，超肥美的蚵仔。哇，慢慢卷起来。对，这个有点功夫哎。不要太大力，对，要绑谁会破掉。然后我们要炸之前还要再沾蛋液，再加上每一家不一样的那个调味粉。可是前阵子是不是台风？对，慢慢转，然后两边再收边一下。对，哦，超棒！老板还是一样很会鼓励人。对，来抢饭碗的。旁边的要拉进来，要不然对，稍微收边一下，对，然后再转，对。哦。这样炸的时候才不会开掉。对。有那个样子，有点感觉。对。噔，这个鱼就是厉害了，摸溜鸡。年纪低于40岁以下的听都没听过。现在一般都是糖醋酱，这个就是用乌醋、乌印稠，它会在很快一段时间挥发掉。对，所以只能上桌热着吃。那不要再聊了，快来，先来。以前的半桌菜少见了，少见。然后会调理的师傅也不多因为它的酸的比例要抓得刚好，过头的话就不好吃。难掌握的会被时代淘汰，但是在他们家呢，就一路传下来。是。酥炸出来的那个香气真的是超级。它是用什么鱼最恰当？金巴螺，它比较不会有土味，然后取得容易。而且你的鱼肉好嫩哦，对，盆中好嫩。那就是火候掌握。对哦。鱼有熟，然后肉又不会过老，然后再淋上那个酱，一口下去那个口感，这第一道就得冠军了。对。我刚包的是哪一卷？你的比较大应该是这一卷，给它蘸一点番茄酱。好香哦！蟒蛇它炸完之后，还有一点那个带润滑的香气，那个油脂，那个味道，韭菜、姜末，然后蚵仔的鲜都有，加上蟒蛇的润滑。对，哦，这海军陆战队了，对。哇，干好好喝！而且不好意思，这是我私人菜。其实呢，本节目的商场的介绍次数已经过多了，但是呢，他们来踩点的时候惊为天人呐！到底有多惊为天人？我算是香肠达人了。来，你来鉴定一下哦。你们家的那个瘦肉跟肥肉的比例哦，然后又不是绞肉，对，切肉绞肉夹嘿，而且有放酒啊，有2种的调酒，2种的调酒，很厉害哦。这个我第一块吃不太出来。那一天试菜也是这样讲，我说应该是不会拍啦，然后那一盘就空了。这个就是我们田鼠吃的甘蔗的嫩芽，然后刚感觉顺，现在都是温室种植，数量没有那么多。笋子完全一样哎，比笋子还嫩。对，这个好好吃哦，到尾巴那个口感太嫩了，也是一口接一口。对，那这锅汤是。因为他们家有很多厉害的。有看到奇怪的颜色的东西吗？那个叫什么槟榔吗？鸡腿跟槟榔花，槟榔是中药材，其实它是退火很好的东西。在原住民来说，对圣品啊。但是槟榔煮过就不好吃，千万不要去尝试，你会后悔。很涩，很涩，因为它的精华都煮出来了。太涩了，人家不是没劝你。好涩，威哥，你好执着哦！哇人生嘛，就是要尝试过才知道。但是它土鸡腿肉又不会老。对，汤是热，但是你有一种清凉的那种口感。这个厉害，汤好好喝，很好喝，可是不能喝多，因为它比较凉性，夏天很退火的一道菜。我终于可以感受到，就是有时候你回头再见到那种老朋友，这么多年没有见，因为他曾经一起大家参与过。希望在下一个18年还会再来。希望，对，我们努力。下一个18年，我还是16岁，心里呢永远的青春，生命永远有活力。笑的嘞，出发！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快点！